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2月18号，礼拜天，又到了直播互动的日子了。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呢，都可以贴在留言区。付费会员的问题呢，还是会优先的讨论。今天跟大家聊3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发布独家消息说，这个中共总参的中将啊杨辉被抓的时候呢，曾经轰动了海外的新闻媒体啊。那么现在呢，最新的消息通过本人对外传出，他说杨辉中将呢，这个侦查目前已经终结，现在呢是移交东部战区的检察院提起公诉。然后呢说，根据他本人呢，他的朋友现场目击呢，说杨辉呢是一位敏感的军中要犯，当他在被这个逮捕的时候呢，在这个转押的过程中，惊见罕见的一幕，就是说杨辉呢被戴上了脚镣。这个呢，确实是在以前这个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就是之前逮捕的那些中共的军队高官中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呢，他说这个事儿呢，就惊呆了了解这个事儿的军中各级人员，说这一幕呢成为一大惊奇看点，被军中的当权派和离休派四处传言，人人胆寒。这个事情相当的惊悚，咱们一会儿呢会看一下细节呢，并做一点分析。第二个新闻呢是中共湖南省委今天突然刊登通知，要在全省开展一个叫做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首先的反应就是说想到的是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后来被毛泽东自己称为阳谋嘛。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中共突然要解放思想啊？这个原因的话呢，可能会更复杂一些。我们会顺着这个问题呢去谈另外一个海外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崩溃的话，会不会带崩世界经济？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巨大，排在世界第2，但是中国近年来房地产暴雷、理财产品暴雷、失业率增加，各地都在裁员降薪。这种大规模的经济下滑似乎并没有溢出到海外，反而是欧美市场，包括日本的股市和经济都一片红火。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啊，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就是说中国经济打喷嚏的话呢，或者说中国经济感冒的话，世界经济都会打喷嚏啊，但是这种事情竟然没有出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非常值得分析一下。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咱们再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很多人可能都不太喜欢深海鱼油的那种鱼腥味儿哈，如果您也是这样的话，那么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普瑞堂的100%纯素植物鱼油就是最适合您的选择。普瑞堂这个鱼油呢是这个纯素的啊，它是采用纯天然无污染的马齿苋和紫苏籽为原料，经过超临界低温萃取而成。而且呢，外面的胶囊呢也是由藻类和淀粉制作，所以这款鱼油呢完全没有鱼腥味儿，相反呢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口感非常的好。除了能够有效的清血管、降三高和胆固醇之外呢，这款天然纯净的植物油对抗炎、明目、改善肌肤都很有帮助。除了植物鱼油之外呢，这个普瑞堂还有玄宝黑参的口服液。那么这个口服液呢，还有这个黑参的原根啊，在抗疲劳、抗衰老和提高人体免疫力方面呢，也有特殊的功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去购买这个普瑞堂的鱼油或者是黑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就是 TL2023 呢，那么就会享受全球免费的邮寄啊，不管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获得免费的邮寄。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了啊。这个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呢在推特上披露啊，现在的话叫做 X 了，在推特上披露呢说，他的朋友现场目击了原中央军委总参情报部长、东部战区副司令杨辉被抓时罕见的一幕，是被戴上脚镣带走的。这个事情呢是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相关的传闻，但是呢没有这样细啊，没有戴脚镣这样的细节。当时是港媒报道说这个杨辉呢落马了，但之后呢就是说从2018年到现在整整经过了这个5年半的时间一直没有下文。其实如果你去查大陆的百度，杨辉呢仍然没有就是说他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啊，仍然感觉好像他还是中将。但是呢，他具体的任职已经不是特别的清楚了啊，就感觉好像是他的军衔也没有被剥夺。那这个事情呢非常的反常就是说如果一个案子5、6年之内悄无声息的话，那就是
要么是案情重大啊，5、6年都没有审完啊，要么就是根本没有抓，只是假消息在外面流传。那怎么核实杨辉是不是被抓了呢？就是我这里边给大家提出一个就是考察的方法。2012年的时候，杨辉呢曾经当过第18届中央候补委员。他出生于1963年，今年才61岁，所以如果没有严重问题的话，他应该在19届中央委员会中留任中央委员或者是中央候补委员。那到20届的话呢，他其实还有资格继续留任。但是呢，在20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中都不再能够查到杨辉的名字，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出事的一个证据。另外一个旁证是大陆的澎湃新闻网公开报道，在2020年7月的时候，东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已经由王秀斌担任，换句话说，杨辉呢已经不再担任东部战区的副司令了。所以从这个2个旁证来看呢，杨辉出事的可能性极大，只是官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那赵兰健呢，现在披露了他这个调查的一些细节哈，说经济部分呢，说拘捕时查扣银行卡和现金一共2.6亿啊，巨额的现金全被没收，款项最高是全军贪污犯第一。然后呢，说杨辉的亲妹妹掌控的企业全部资金、产权、股权、物业以及受行贿的总金额超过了50亿啊，这个呢也是说全军第一，遥遥领先。他说第3呢，就是杨辉和军内女现役军官48人发生这种不正当男女关系，还搞出了私生子3个，在此也打破了全军第一的记录啊！这是这个赵兰健先生的报道了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杨辉贪污的金额估计已经是大大的缩水了啊，跟郭伯雄、徐才厚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根据早前的报道啊，这个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线索，就是杨辉为什么被抓，绝不仅仅是一个贪污的问题。杨辉曾经深得江泽民军中亲信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赏识啊，并且呢涉嫌跟徐才厚一起组建私家军，意图对中南海不利。这个呢，我觉得才可能是他被抓的真正的原因。还说这个杨辉呢，当年竞争总参情报部部长位置的时候，曾经托人找到时任中共总参谋长梁光烈的儿子梁军，送给他2套别墅和8000万元的现金。这个让这个杨辉呢，最后顺利的当上了这个总参情报部的部长。在军中说，杨辉跟江泽民的另外几名心腹，像尤喜贵、贾平安等等，都是可以称兄道弟的。所以这个杨辉呢，他等于是军中郭伯雄、徐才厚的余毒啊，所以呢必须得清理啊，再加上他贪污嘛，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清洗他的借口。但是这个杨辉被当场戴上脚镣这一点还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哈，就当时抓郭伯雄、徐才厚，抓这个就是古俊山的时候也没有听说戴上脚镣啊，就是因为赵兰健先生也在讲说这个呢是创造了一个记录了。其实从逮捕他的地点到押到这个车上，一共也没有2步，戴上脚镣的话，反而就走路会慢，是吧？对于这个中共抓人来说的话，当然是越快的塞到车上越好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会给他戴上脚镣，是不是怕他逃跑等等？这个案情呢，目前就只知道这么多了哈。所以如果后续有更新的话呢，再向大家报告。就如果要是像这个李尚福啊、火箭军被清洗的时候，如果顺便也有关于杨辉的新闻的话，咱们再跟大家到时候呢再报告哈，详细的报告。今天想聊的第2个话题就是中共湖南省委今天呢突然间发出了通知啊，这个通知呢就是要在全省开展一个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大家知道解放思想这4个字哈，可能这个稍微上了一点点年纪的人都会比较熟悉。解放思想第一次啊，这4个字深入人心呢，实际上是在1978年，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号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有一个讲话，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谓这个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话，就是不要再纠缠文革的细节了啊。所谓实事求是的话，就是文革错了就错了。解放思想的话呢，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反动啊，要从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是邓小平当时这个讲话的3个看点啊。解放思想是否定毛啊，实事求是的话否定文革，然后呢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话，但是呢文革的事情不要再纠缠了。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呢，随后就召开了11届3中全会。所以邓小平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呢，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宣言书。邓小平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说法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要是针对华国锋所提出的2个凡是。这2个凡是的话，就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这个是在1977年2月7号，就是毛泽东死了不到这个5个月吧，4个多月的时候，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这个社论啊，就是叫做两个凡是啊，就是一定要等于是毛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毛怎么说我们就以后不改，就接着往下做。那这个呢，对于邓小平想要搞改革开放，当然就是一种束缚了。毛泽东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哈，就大概意思是说，如果要推翻一个政权的话，总要先做一点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啊，做一点宣传，做一点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所以呢，这个邓小平呢要干掉华国锋啊，所以呢他就要做这样一点意识形态的工作。华国锋举的其实两个凡是，邓小平举的其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以呢，邓小平为了能够干掉华国锋，当时就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当然这个说法也不一定100%的对了哈，我也不是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提出的时间呢是在1978年的5月份，就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半年多的时间。所以哈，就是邓小平讲的解放思想是从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那你现在再看湖南省委的这个解放思想，似乎在打响反习的第一枪，对吧？但是且慢啊，如果你仔细读了通知的话，你就会大失所望，因为通知说什么呢？说开展大讨论是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进一步注意啊，关键字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内在要求。所以不是让你解放思想，是要让你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后面呢又说，围绕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开展讨论。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贯彻落实的正确方向统一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指引的方向上来。也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解放思想，这个方向是习的方向啊，思想是习的思想，这两点是不能够挑战的。所以你读到这儿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是吧？这明明不是解放思想嘛，是吧？这明明是要统一思想嘛，对吧？这个怎么会以解放思想为名来统一思想呢？看起来逻辑上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那么中共到底要干什么，是吧？你不提解放思想的话，大家也不会提啊，大家也不敢提。那你现在既然不想让大家解放思想的话，为什么还要撩拨大家去解放思想呢？不是很奇怪吗？是吧？那有人想是不是要引蛇出洞？那我觉得这个太幼稚了哈。第一是没有人会上这个当啊，已经上过一次毛泽东的当了，不可能再上习近平的当。第二的话，你这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要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指导的方向上来，那么也没有人会去这个触碰这个习近平的逆鳞嘛，对吧？大家也不会去这个打着解放思想的名义去否定习近平。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就是习近平一贯的做法，叫做既要又要。我觉得他提出这个想法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想要达成一些目标啊，比如说经济目标啊，或者是科技发展的目标啊，或者是外交上的一些目标。那在具体的做法上是需要大家集思广益的啊，是需要大家群策群力的。但是呢，方向上不能错啊，就是要沿着习近平指的方向，发挥你们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啊，把这个习近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呢，把它做好。比如说，习近平指了一个方向啊，在外交上要敢于斗争啊，要保持战狼风格。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怼美国、怼欧盟、怼日本，对吧？这才符合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但是呢，习近平同时要说了，你还得让他来做生意啊，你还不能让他生气。你既要狠狠地打他，但是还不能让他生气，还得让他过来帮你发展经济。怎么才能够做到这种矛盾的呢？习近平不管，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就按照我的方向去揍他，狠狠地揍，但是呢，得把他钱拿过来。这就是怎么拿他的钱啊，这就是需要你去解放思想啊，去考虑的问题。当然，其他别的方面可能也一样啊。科技上你既要连偷带拿啊，被人发现了之后的话，还得让对方继续跟你保持合作啊。经济上的话，你要把对方当间谍一样死死的盯住啊，但是的话还不能让他跑掉啊，还得让他继续在这儿跟你投资做生意。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既要又要啊。你们怎么做到，底下的人怎么做到，那是你们的事儿啊，需要你们去开动脑筋，去解放思想。习近平走到这一步哈，我觉得他让大家解放思想，也是因为他的目标靠他自己指挥的话，根本也达不到。中国的经济啊，目前问题特别的严重，那就必须得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话，有要求去解放思想。那么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哈，就是中国的经济如果搞不好的话，如果中国的经济崩溃的话，会不会带崩世界的经济？
毕竟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巨大，排在世界第2嘛，对吧？但是呢，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或者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下滑似乎并没有溢出到海外去。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原因哈？你要知道2008年开始啊，当时美国不是发生金融海啸吗？那个时候雷曼兄弟破产，然后呢引发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衰退，怎么走出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说哈，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说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增长的引擎啊，也就是中国当时大规模的发展房地产，金融上加杠杆，让很多国际大宗商品一飞冲天呢啊，像铜矿啊，像铁矿石啊，像煤炭的等等，很多原材料的价格甚至翻了几倍的，这个上涨了几倍啊。那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中国的经济真的是世界经济成长的引擎呢？我觉得也就是中共这么宣传而已啊，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是因为当时美国啊，这个为了应对经济下滑，搞了一个叫做量化宽松，叫 QE，实际上是美国大规模的借债。那当时美国大规模借债的时候呢，这个钱又没有留在美国，这个钱当时就流向了新兴市场，所以当时不光是中国的经济好，很多国家的经济都不错啊。当时为什么说这个有金砖4国呢？就是巴西啊、俄罗斯、印度、中国。为什么有金砖4国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这些新兴市场的经济成长表现非常的亮眼，因为美元这个利息降到0啊，然后呢这个不断的购买美债，向全世界这个输出美元，所以这些美元的话流到中国去，很大一部分流到中国去了。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这个经济，要这个加杠杆嘛，就是盖房子嘛，所以那些钱流到中国去以后呢，呃，你比如说买了这个中国的这些资产，那个资产价格都在上涨。大家知道这个利息啊和资产的价格是成反比的，利率越高，资产价格越低；利息越低呢，资产价格越高。所以当时这个美国量化宽松的时候，大量的钱流到中国，中国房地产就开始飞涨。那一轮飞涨加上加杠杆哈，就使得流到中国那些钱，他们就赚得盆满钵满。等于是你当时投资中国的话，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主要的原因，之所以能够印这么多钱的话，还是跟美国大量的美元向全球输出是有关系的。所以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成长的引擎，而是当时美国把这样的机会给了中国啊。我觉得这么说的话，它是比较准确的。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突然刹车了之后，购买不起了，为什么其他别的国家的经济就没有被带崩呢？当年你不是成长引擎吗？现在你都踩刹车了是吧？那别的地方怎么就经济就没事儿呢？这里边我觉得有4个原因哈，我觉得这个我就提出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的脱钩断链儿，所以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已经被别的国家接过去了。这个你现在比如说很多产品过去是在中国生产，现在到别的国家生产，所以你这个国家经济不行了啊，或者是说你这个生产不了了，别的国家是可以接过去的啊，这个就不会像疫情期间那样造成全球产业链的这个供应的紧张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消费低迷的地方，当时这个2008年之后，这个中国的经济成长啊，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被消费带动，它是被投资带动的。所以中国本来就消费低迷，所以它在国内的购买力和在国际上的购买力都比较低。所以你不去购买国际上的商品，那现在本来你也不买，那现在你也不买的话，所以其他别的国家也就很难感受到你经济上的衰退。假如说你原来特别有钱，然后你拼命的在全球各地买，那可能是对别人的经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啊。但是你现在不买了，原来你也不怎么买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对别人的影响就比较小。当然，除了一些有钱人购买奢侈品哈，就是过去呢，这个中国的经济虽然感觉好像消费比较低迷，但是造就了一大批非常有钱的人。这一大批的话，并不是指的是比例，而是绝对的数量啊。所以他们到海外的话，就花钱呢，买什么名包啊，买名表啊什么之类的哈，就带动了一批奢侈品的这个，包括一些豪宅等等这个地产的这个产品，这个价格的上涨。但是其实呢，这种奢侈品它的这种消费呢，在全球的这个经济成长中，它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啊，所以你这方面就是亏了，对其他别的国家影响也比较小。第三个呢，就是说，其实中国企业哈，如果它真的是慢慢退出国际分工协作呢，它以前在国际上都是通过一种恶性竞争的方式啊，去
把这个价格压得很低。那其他别的国家的企业为了跟进的话，它的企业价格也会往低了压。那现在如果中国企业不输出不出口那么多的产品，人家不买你了，那其他别的国家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话，反而可能会松了一口气，他们可能会价格还稍微上了一点，上了一点之后呢，利润空间大一点，他们可能还会把工资涨上去，然后的话还能够刺激消费，所以这个呢也是对其他别的国家可能没有产生那么大影响的原因。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其实中国自己的资本也在往外流。就是你看其他别的国家，他们从中国撤资往越南啊、柬埔寨啊，像这什么缅甸呐、泰国这些地方流，中国的资本也在往外流，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中国人就离开中国啊，或者到其他别的国家，越南呐、柬埔寨之类的地方去办厂。那有的是把资本就直接转出去了啊，比如说我把北京的房子一卖，然后我就到泰国买个房子就可以躺平了，然后就可以在那儿生活了。所以你会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话呢，其实是带动了别的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啊，比如说现在越南跟新加坡，它的发展就非常的快。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因为它的这个货币呢，跟其他别的国家是不能够自由兑换的，在国际上这个流通性也比较低，所以你跟其他别的国家，什么美元呐、欧元呐、英镑啊、这个日元呢相比的话，人民币还是排在第5位的嘛，所以就它跟其他别的国家在资本上挂钩也比较低。这样的话呢，中国经济衰退等于是中共自己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经济上或者金融上相对封闭的国家呢，那它等于是自己筑了一圈防火墙啊，所以中国经济下滑呢，并不会带崩世界的经济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3个话题哈。这个一个是一个这个总参中将这个杨辉被带走的这个新闻，跟大家做一点更新啊。然后呢，说一说这个湖南省委的这个改革开放，这不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后来又说了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这个崩了之后呢，也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最后呢，想感谢比利时的刘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嘛，所以咱们剩下的时间的话呢，就进入到互动环节哈，咱们来这个看一看各位网友有哪些高见啊和问题。第一个问题，天亮老师好，您最近谈及中国大陆未来将面临诺亚方舟级别的金融海啸，想请教您评估这金融海啸仅会对中国大陆本土有影响，还是会波及到附近的台湾、日本、东南亚，甚至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好像刚才那个咱们讲的刚好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哈，不大可能会对其他别的国家产生太大的影响。一个是中国的生产这一块的话呢，被很多其他别的国家已经接过去了啊，就是产业链，已经跟其他别的国家之间就是，中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供应商了啊，所以这个在中国出口这一块的话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进口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中国进口过去主要都是属于那种加工类的那种进口。你看它进口量很大哈，这个进口的金额很高，但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是进口完了之后是为了加工出口啊。比如说我进口了很多电容啊，进口了很多的这个手机的显示屏，然后进口了很多的这个其他什么什么芯片，它实际上是组装完了之后的话，再这个卖出去。那如果要是说中国不卖了，那其他别的国家卖的话，那同样市场上仍然对手机有这么多的需求，那这不从中国这个买了之后，从其他别的国家买，那些国家它也要进口这些东西啊，芯片呢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等于是过去中国赚的钱呢，现在跑到其他别的国家那儿去了啊，所以说对于其他别的国家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影响会比较小。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刚才说过了哈，我们就不去详细讲了。第二个问题，张教授你好，最近柯文哲的支持者开始在吵政府要实行无条件基本工资，这句话说白了就是我的工作政府，是不是说我不工作呀，政府也要发最低工资的薪水给我？对于这件事您怎么看？其实这个在瑞士他们曾经就这个事儿搞过一次公投啊，就是说如果不工作的话，政府发给基本工资怎么样？但是公投的结果是瑞士人把这个东西给否定了啊，说不能这样做。美国这边呢，其实也有一些民主党，他们这个就是当时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叫杨安泽的人吧，这个 Andrew 杨好像他当时是想竞选，他还曾经想选过总统好像是，然后在纽约想选一个什么官儿，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也要提供这种就是不工作的这种基本工资啊，那后来他也没选上，其实没有什么不工作也能够拿钱这一说哈，在我自己看来，你没工作你为什么拿钱呢，对吧？你这不劳不得嘛，你不工作不付出的话，为什么要拿钱是吧？
那这钱从哪儿来？那就是从那些努力工作创造财富的那些人身上收的税嘛，然后再发给你，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然后养活你，你不用工作呢，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在道德上不能够成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提出这种想法的话，假如说现在又是一场大选，柯文哲就提出这种基本工资的制度，那这个时候大家只要一辩论就会知道了，没有天上掉的馅饼啊，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工作的人，他们可能就需要交更多的税啊。那么，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的话，还是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嘛，对吧？那他们在投票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愿意让那些人不工作也拿钱。所以大家记得在这个疫情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儿吗？就是美国政府当时是给这个全民普遍的发钱，当时发钱呢是发这个，就是每个人我记得1400吧，好像是发过2次，我记得就是一张支票寄到你的家里。然后呢，当时这个美国因为很多中小企业他们没有这种资金周转嘛，所以当时这个美国政府呢就给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就是你任何小企业你都可以申请贷款。那贷款完了以后呢，这个政府会 forgive 就是 forgive 你的 loan， 就是说你这个贷款不用还了，啊，政府就这个把这个贷款就给免除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造成小企业他们可以拿到钱，他们不用倒闭了，然后他们拿到这个钱呢，再给他们的员工发工资。很多人就觉得很爽啊，那我这个不干活我也拿钱，那我为什么还要干活呢？于是的话，他们就说那咱们就躺平吧，对吧？等着政府给咱们发钱吧。后来美国的两院他们结束了这个 COVID-19 这种紧急状态之后的话，就把这个这种 loan 都给停了。就是你不工作的话，你就不生产，对吧？不生产的话，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商品。完了之后还不断的给你发钱，等于就是你有很多的钱，然后商品就越消耗越少，越消耗越少。你这么多的钱对着越来越少的商品的话，你这个货币就贬值了嘛，对吧？所以当时美国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怎么办？必须得大家都去上班，你得生产出这么多商品，对应这么多的钱，这样的话，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呢才能够降下来嘛。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就是不劳动就能够拿最低工资的结果，either是重税哈，会产生这个对劳动者要收重税；再一个的话，可能会产生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后来这个美国当时我记得很多参议员说这个事儿不能再这么持续下去了啊，不能再给他们发钱了，再发钱的话他们都不去工作。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大街上哈，在美国大街上到处都能够看到这个，就是这叫 help wanted 嘛，就是 help wanted， 就是说我要招工。那为什么当时出现劳动力的短缺？是因为他不干活，他在家拿的钱比干活拿到的还多。他比如说在纽约干活1个小时12块，那但是不干活的话，他可能这个政府给他的钱比这个1小时12块还多，他当然就不干活了，是吧？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很多工作岗位的空缺。所以这个事儿哈，听起来很美，就是我们不用上班的话也能够拿钱，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刚才我已经说了，它第一在这个经济上就行不通，因为美国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啊。第二在道德上其实也行不通。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哈，就是提出来之后，那就是看选民了啊。选民的话要有这样的分辨能力啊，然后呢，他也得有这样的表达能力，然后呢，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这样的话，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才能够不去投这种非常荒谬的政策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支持者们，我觉得他能够提出这种说法呢，是相当的这个思考能力相当差了啊。那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受的教育哈。OK， 下面一个问题。张教授好，您觉得国家应该什么样子建立什么样子的医疗系统，可以让所有人都看得起病？公立医院排队不用等很久，台湾、日韩、欧洲、加拿大看病几乎不花钱，但是家庭医生、专科医生和公立医院排队好很久。美国是世界第1大强国，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却看不起病，穷人虽然有白卡，但是公立医院排队很久。这个医疗卫生这个事儿哈，这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实际上呢，这个以前的这个说这个搞免费医疗啊，比如说哈，咱们就说搞免费医疗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中国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的话，你可能还搞得起。现在你要搞免费医疗的话，我觉得这个国家如果真要是搞免费医疗的话，它必须在这方面收很高的税，才能够把这个医院的成本cover 掉，就是覆盖这个医院的成本。我2012
2012年的时候啊，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医院干了两年的时间啊，但是我是在那个医院里面给他们管网络了，并不是真正做医生的啊。然后当时呢，我就知道这个医院这个财政非常紧张，医院当时本来这个财政还是很健康的，突然之间这个医院就没钱了。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问我的那个主管我说这个 Obamacare 通过了之后的话，不是人人都买保险，然后人人都可以这个看病，本来这个医生因为人人都有保险嘛，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是有了这个疾病的话，保险公司就全 cover 了，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人更多的到医院去，有问题的话就及时去治疗，就对保险都帮你支付了嘛。怎么会医院没有钱？但是实际上保险公司是支付不了那么多的医疗费的，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保费在连年的上涨，而且涨得特别快。去年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普通的人大概比如说一个月要交400多块钱的保费。你在纽约你去查那个 exchange 就是那个 health exchange 那个，交400多，今年的话一下就又涨了100块钱，就等于大概涨了10%几到20%的样子。你想这个涨的速度比你工资涨的速度快多了，就美国的保费变得非常的高。但是美国这些穷人们，我没有看到什么在公立医院排队很久这个事情哈。美国的医院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怎么跟那个系统打交道，不太清楚是不是有公立医院。我感觉好像美国的医院应该都是私立的医院。也就是说，美国的医院呢，你去看病的时候，比如说你特别是那种紧急情况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呢，这个医院是不能拒绝你的。美国的人他都是看病的时候是先看病后付钱。他先看病的时候问你保险是怎么样，完了之后的话，你看完病之后，这个医院给你记账单过来，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你要是真的没有钱看病呢，那这个美国有这种福利制度可以帮助你。中产阶级的话，其实也不大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如果你付不起账的话，你可以和医院去 negotiate 跟他去商量，说你这个账单，比如说给了我要我交6000块，我交不起，我能不能分成2年比如说我每年给你50块，每个月给你50块，或者分10年给你给付清什么之类的，它是有这样的一种机制的。加拿大那边我听说好像是看病排队时间是非常长，台湾那边好像没有吧？台湾好像我听说那个医疗的这个方面条件是特别好的，而且价格也比美国便宜得多。我刚才讲的这个事儿就是说过去呢，这个看病的这个花钱可能不是很多就是特别是比如说如果咱们假如说以前在中国大陆看中医那就是给你点草药什么之类的，那都不怎么花钱的。现在为什么看病这么贵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医疗和高科技结合的太紧密了。你要买那种非常昂贵的仪器什么核磁共振什么这个什么 CT 扫描，这都变成了这个就是好像去医院就必须得做这些东西，做这些这个项目。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别的各种各样的那个药它那个药的话，在美国你需要经过 FDA 给你这个 license， 然后的话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研发和那个实验，那个成本最后都转嫁到病人的身上。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因为整个这样的一套系统，就造成了这个医疗的费用非常高，就高到就是你最后的话你怎么办？就你看不起病就是不是看不起病，就是说保险公司他会发现这个医疗费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是这个原因。至于说您问我说怎么样才能够这个有一个理想的医疗系统，这个对不起，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确实是没有研究过。我看过那个 Bernie Sanders 和 Ted Cruz 他们2个人就这个全民医保这个事情的辩论。反正我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我比较同意这个 Ted Cruz。当时那个 Bernie Sanders 就是说全民免费医疗嘛，然后 Ted Cruz 就给他讲了一堆为什么这样的话这个医院会破产，或者保险公司的就是不是保险公司了，就这时候如果政府完全把这个医疗接管过来以后，那这个政府必须要征收很重很重的税才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OK， 下面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关于古巴跟南韩建交，是不是传递了古巴也想站队到西方阵营，对于中国及北韩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古巴跟南韩建交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实际化，就是它是比较 practical 就是从这个现实出发。跟南韩建交比跟北韩建交的话，当然会更加对古巴的经济有利一些。因为你像中国前2天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中国80%、90%的这个就是跟半岛的贸易是跟南韩，然后只有10%是跟北韩。
所以就是你从这个现实考虑的话，你也要跟南韩打交道。我觉得古巴是不是真的想站队到西方阵营的话，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建交就能够解决的哈。我觉得它得开放言论自由啊，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啊，我觉得这样的话才可能是想站队到西方阵营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哈。OK，下面一位朋友问说，教授您好，是不是科技越发达，人民反抗暴政就越困难？你可以分析一下现代独裁政府和中国古代维持高压独裁的这个优劣势吗？比如现代独裁政府有武器和监视方面的优势，但是人民有讯息流通的优势。比如真的有人有掌握共产党用老百姓的器官移植的影片，想让它流出去，不管政府怎么拦截，只要大家一直传，政府是拦不住的之类的。我觉得您说的基本上来说，也就是这个问题了哈，就是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在现代政府哈，就是你现在科技发展哈，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是一个赋权的过程。中国古代呢，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暴政的时候，人民会反抗。通常来说啊，就是那种反抗呢，它是这个走投无路、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反抗。他但凡还是有一线希望活下去的，他还是不会反抗的。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古代的这种反抗呢，它几乎都没有这个，就是第一个反抗的那个群体啊，几乎都没有最后得江山的啊，都没有。像这个陈胜吴广造反，最后是刘邦得了江山嘛，对吧？像隋末也是，这个造反的很多，杨玄感的造反呢，这个瓦岗寨，最后是李世民得了江山嘛。就你看啊，就是每一个朝代最后这个农民造反，最后得江山的都不是这批人，因为什么呢？其实这批人他们在造反的时候，你像这个绿林赤眉造反，最后是光武帝刘秀得天下哈，因为这批人造反呢，他是没有做好任何的组织准备的，他既没有军事方面的这个人才储备，他也没有这种就是宣传系统，就是来帮他这个搞宣传哈，这个拉动民心。然后呢，他对于一个地方的治理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呢，他打下一个地方以后，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管。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古代有很多的那种造反队伍，就是属于纯的那种流寇政权啊，像绿林赤眉那种，就是他都是流寇，他连流寇政权都谈不上，他就是个流寇啊，他这个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像黄巢造反啊，他就是流寇。那这种流寇的话，他是不可能对这个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然后也不可能让人民的生活变好。他们实际上就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把一个地方吃光了啊，抢光了之后的话，再抢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它会造成更多的人出现严重的这种生机的问题啊，比原来的那个政府可能统治的时候还要糟糕。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得有那种，懂得如何治理政府，懂得如何恢复生产，懂得如何去安定流民啊，懂得这个如何去，这个就是设置官制啊，这个包括怎么去搞经济，就是你得有这么一批人啊，包括得有人懂军事，他才能够在跟政府的较量中最后取得胜利嘛。所以中国古代这种就是独裁，你说中国古代的政府说他这个维持高压独裁哈，其实我觉得也很难，因为中国古代呢，它通常都是这样的哈，这个皇帝的军队呢，他是不愿意驻扎在全国就是境内的，比如说各个州啊或者各个郡各个县，他不愿意那样驻扎。那种驻扎的话，你是控制不了的。那个地方山高皇帝远，你把兵权给他的话，他说不定他就反叛了。所以当时政府驻军的话呢，大部分都是驻扎在中央政府。所以你看，当时这个在唐太宗时期啊，当时不是搞府兵制嘛，全国有600多个兵府，其中关中地区就是在中央政府地区的话，大概有40%，260多个兵府。然后你看这个宋代的时候，他的那个军队啊，那个不是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嘛，是吧？就是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军队几乎都集中在东京汴梁，他是不愿意把这个兵放到其他这个内陆别的，当时不叫省了啊，叫州啊，或者叫郡呢，他不愿意放在这种地方啊，或者叫道，他不愿意放这种地方。放这种地方的话，他怕那个地方人造反，所以这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实际上那个地方驻军数量是很小很小的。而且地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郡是我管的哈，
这地方发生了这个百姓造反，我就去围剿的时候，这百姓他打不过官府嘛，对吧？他就跑，他一旦跑到别的郡，我就不管了，因为我总不能带着我的军队到你的那个郡里面去评判，是吧？朝廷也不允许，所以当时这个农民造反的话呢，他是在各个郡之间来回跑，这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古代在镇压农民的这个造反的这个方面，他们是能力是很有限的啊。一个是地方的军队比较少，再一个的话呢，这个农民他有就是造反队伍，他有很多这种逃跑的空间啊，他可以到处去跑。当然，他如果想到中央政府去这个夺取政权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要说这个古代什么独裁啊，这种高压镇压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除非你是称帝了啊，你这个你做大了，这个你突然之间拉起来一支十几万人、几十万人的队伍啊，然后你又称了帝啊，这个时候的话，中央才会集中全部的精力来打你啊，就像当时什么妥妥去打张士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他才会干这种事儿，就是你只要低调一点啊，就是这个如果只是地方官围剿的话，其实你的生存空间还是挺大的。那现代政府的话，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间关键的问题是掌握了不对称的暴力，就是，政府拿着什么导弹、飞机什么之类的，你手里边可能连枪都没有啊！你跟共产党之间，他有坦克、飞机，你是手里边连枪都没有，连刀都是管制的，所以在这种暴力反抗方面呢，那就比较困难。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哈，科技的发展其实是给人民赋权的一个过程，就是最后哈，eventually 哈，最后还是得民心的人得天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政府呢，它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资讯的流通啊，能够让人民可以这个在心理上对这个政府不服从啊，就是包括就是咱们看到的白纸革命也好啊，或者是咱们说现在年轻人躺平也好啊，很多时候这样的抗争对于政府来说，它的伤害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经常讲哈，就是说一直是主张非暴力抗争，是因为你掌握的暴力跟政府掌握的暴力是不成正比的，你不能够用自己短处去攻击政府的长处，你不能够聚集在一个地方让政府可以轻易的镇压啊。所以我经常讲，一定要搞去中心化的抗争，非暴力的抗争就是跟政府本身的不合作、不服从，这个对政府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我不工作，不去生产，然后呢，这个或者我给你做这个军工生产的时候的话，我把你那个武器的质量弄得很差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哈，就是这种非暴力不合作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非常难的。这种难处就在于说，极大的增加了政府的管制成本啊，这种管制成本的增加会让政府最后这个它的财政不足以支撑它这个维稳系统啊，最后这个政府就崩溃了。所以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啊，就是大家真的能够广泛的传递真实的消息啊，然后这个传播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这种精神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现在政府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特别是现在政府，它是特别依赖于民众的生产纳税啊，然后来养活它。这个跟古代不一样了啊，就是这是现在一个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各有各的难处啊，但是也有各有各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讲说应该把这个中共的防火墙推倒。推倒之后的话，中国人民才真正享有信息的自由啊，就是自由流动的信息。然后呢，他可以在海外一些，比如说 Facebook 上也好啊，或者在其他别的Telegram 上也好，可以这种虚拟的结社啊，在 Signal 也好建群的虚拟的结社，这样的话，这个信息呢就可以产生那个信息流动，可以产生跟线下一样的这种结社的效果，广泛的传播这种对政府抗争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可能是最后中共亡于这样的一种非暴力的抗争吧。下面一位朋友问，天老师有个问题想问，请问您去年评论俄乌战争的时候，把乌克兰描述的非常强大，让俄军造成了很大伤亡，俄军有很多高级军官都伤亡惨重，并且很快欧美会大量支援，给听众造成了一种俄军会很快溃败的感觉。但是目前情况来看，即使在欧美的不断援助下，过了这么久，乌克兰也并没有获得俄乌战争的胜利。想问当时的分析是否过于乐观了呢？还是因为哪方面分析还有欠缺？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的分析都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判断，我们并不能够了解前线真实的情况，或者说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掌握的。特别是比如说是在俄乌战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在
前线的那种，乌克兰在防守这方面干得很漂亮啊，那一旦在反攻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进攻要比防守要费劲很多。啊，这个可能在过去的这个1年的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哈。而且就是说，欧美其实也没有大量的援助乌克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泽伦斯基昨天吧，应该是在那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他有一个讲话嘛，他说不要问为什么这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还在打，是因为你们这些国家给乌克兰的援助是不够的。比如说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这个客观的限制哈，因为欧美国家他们不可能真的开着飞机跟俄罗斯空战啊，空战的结果的话，那可能就第3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所以他们只能训练乌克兰的军队，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 F-16都没有交付乌克兰。当然说是很快了，春天就会交付。当时感觉好像 F-16马上就要交付了，我忘了当时是这个乌克兰的一个什么官员，是他的情报官员吗？布达诺夫吗？还是谁？当时不是拿着这个一个飞机模型吗？就感觉好像 F-16马上就要给乌克兰了，马上就可以用这个空军对俄军的阵地进行轰炸了。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乌克兰的炮弹严重的不足啊，就是这个欧美给这个乌克兰援助的这个武器严重的不足。说这个另外一种说法，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啊，说这个俄军的这个炮弹啊，因为他们自己在生产，然后从北韩进口炮弹，什么还有什么其他别的来源，就使得俄军的炮弹的话，火力可能是乌军的好几倍，所以这样在乌军反攻的过程中就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挫折。所以这一切哈，就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做一些战略上的估计哈，我觉得大方向上是不会有错的。欧美绝不可能让乌克兰失败啊，绝不能够容忍乌克兰失败这样的成果出现，因为那样的话会对欧洲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危险，而且在台海方面会造成非常大的给台湾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欧美一定会援助乌克兰。但是呢，欧美也许过去援助的时候是考虑到，比如说普京会不会动用核武器啊，或者是说欧美本来他就是想通过这样持久的战争去消耗俄罗斯的经济，或者是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啊，或者是说这个欧美还没有训练好乌克兰的军队。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这种援助的话，这个都是有一定这个就是节奏就比较缓慢的。但是我觉得今年哈，我只能说我觉得了哈，因为我觉得今年这个欧美会对乌克兰的援助的力度大大的加强。欧美会非常希望在今年大选之前，能够让俄乌战争出现一个这个就是战略性的这个逆转，因为川普嘛，就是他不是讲他跟什么普京是好朋友啊什么之类，他希望乌克兰就停在这儿不要打了啊，双方马上停火啊，这个俄罗斯被这个把乌克兰占的领土就占了就算了，这个可能就让很多这个欧美的这些就是欧洲的国家，包括马克龙呀，他前两天不是讲马克龙说我们自己也要援助乌克兰嘛，就会让很多的国家非常的担心。所以呢，在这个大选的时候，看来这次大选川普赢的可能性很大了啊，所以他们可能就害怕这个情况的出现，就想让乌克兰尽快的能够取得一些这个战略性的胜利。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话，如果援助的力量加大的话，乌克兰的打的就会快。所以快与慢的话，其实还是取决于欧美这个援助的情况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至于说当时是不是分析有欠缺呢？我还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做的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的判断，包括比如中国大陆有很多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分析，也只是通过网上流传出来的一些新闻呐，就或者是一些人透露的内部消息啊，或者在推特上透露的内部消息啊，来做的一些判断哈。所以这个判断的话，不可能100%的准确啊，预言的话也不可能是100%的准确。我们只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更多的是呈现一种思想的方式啊。所以这位朋友，我是希望您看了我这个频道之后的话，并没有100%的相信我的结论，而是看到了我这个分析问题的方法，然后呢，您自己用您这种分析方法和拿到您自己更多的数据，去得您自己的结论。所以你也可以看其他别的频道，不同的这种观点的话，都可以看一看。最关键的还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做判断哈，是这样一个关系。OK， 下面一个问题，
天亮教授好，我请教您，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理解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其实本身的它的定义就非常的就是模糊，然后呢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有的人认为这个文明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啊，比如说工业文明，比如说商业文明啊，这个有的这个文明的话，就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很大的都市的兴起啊，这个铁器的发明、文字的出现等等，这些东西的话，他们把它视之为文明。那文明的话又分为物质文明，然后呢还有这个精神文明，是吧？它有不同的层面的理解。那文化呢，那就比文明还要复杂一些啊。就是文化，其实在我看来哈，什么叫做文化？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神为了给人生活所奠定的这么一套这个伦理道德。这个伦理道德的话，因为它非常的抽象，人很难理解，所以呢就得通过文化的方式让人理解。我这么说可能会比较这个，就大家可能会听着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比如说神要想教给人什么叫做忠啊，忠诚的忠哈，什么叫做忠？我给你解释的话是没有用的，你去查字典，你看字典上对这个字怎么解释，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就是看了之后的话，你仍然不知道忠是什么。所以呢，它是需要通过文化让你明白这个文化，比如说就给你演绎很多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啊，比如说岳飞啊，他就是精忠报国啊，这就是一种武将的忠诚。这种忠诚的话，又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社稷啊，忠于江山，忠于人民。那这是一种武将的忠。那当然还有文人的忠啊，比如说像文天祥啊这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它就是一种文人的忠。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像专诸、豫让啊这种刺客，他是一种刺客的忠诚啊，他也有那个他的忠的那个表现。反正就是说，他得通过不同的一些历史上的人物去给你演啊，这个你慢慢就明白了啊，这个东西叫做忠。那么这个演的过程的话呢，其实就是文化。那同时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这个别的那些价值观呢，像义呀什么叫做孝啊，什么叫做这个信呢？就是仁义礼智信嘛，就这些东西的话，它都得给你一点一点的给你演。这样的话呢，人才能够懂得神给人规定的那些道德标准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啊，就是这个给你这个让人明白。那么它有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故事的方式啊，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人物的事迹，它也可能会通过艺术的方式啊，比如说小说呀，电影啊，这个歌曲啊，绘画啊，或者比如说是戏剧啊，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让你明白。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它一旦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创作的时候，它也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呢，它其实是文明的一个，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文化上生长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在我看来啊，文明是在文化上生长出来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没有文化的时候，在这个人没有进入，就是文明对应的其实不是野蛮啊，文明对应的实际上是出民社会，就是在还没有文化之前那个人的状态。人的话呢，他是凭着自己生存的本能啊，甚至是欲望去生活啊，就是饿了要吃东西啊，这渴了要这要喝水，那看着好吃的东西要多吃。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咱们也会在饭桌上也会说这个哈，哎呀，你这个吃饭这个吃相太难看了，文明一点。什么叫做文明一点的话，就是你要有一种心理约束。那这个心理约束是哪儿来的的话，它实际上是文化带来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呢，它有几个层面的东西啊，就是它要回答几个层面的东西，就是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然后呢，如何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还有就是如何处理人和神的关系啊，这是三个关系的话，是文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那人与人的关系的话，就是物质文明了。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是什么法律啊，这个契约呀，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这种礼仪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还有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啊，这么不同的三个层面。
这些东西在我的那本书《中华文明史》里面都讲过哈，咱们这个事儿太大了哈，我们在这儿也很难几句话给大家讲清楚。而且就是重复一下，就是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本身的话，因为它是定义本身就很模糊啊，我只能是给出我的定义，然后在我这个定义基础之上去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到底是怎么回事。OK， 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位朋友问，为何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征服了众城邦，但唯独不灭斯巴达？这是一个这个我也没有特别研究过这个事情哈，我这个主要研究历史的话，还是在这个中国历史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斯巴达这个城邦啊，它是一个对于他的那个这个人的战斗力很强，就咱们都知道，在古希腊的时候，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之间有那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嘛。斯巴达他的这个人小孩一出生之后的话，就给他各种各样严酷的考验，就是7岁的时候就必须得睡在地上了啊，然后这个小孩要培养他那个就是能够吃苦啊，不喊疼啊，哪怕虐待他也不喊疼。然后为国牺牲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斯巴达人他们这个打仗就非常的勇敢啊，什么血战温泉关呐，什么这个斯巴达勇士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斯巴达把那个雅典给打败了嘛，在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为什么征服了众城邦没有征服斯巴达？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办法给您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哈，这个事情我只能是说当时马其顿也是确实非常强大，为什么不灭斯巴达这个事儿，我真的还不太清楚啊。将来咱们研究之后的话，我要是有想法，我再跟您说吧。OK， 下面一位朋友问，先生你好，我相信先生的观众中有一部分是大陆翻墙的，因此先生在周日的会员互动，大陆这边一般是工作日，如果先生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周6互动，周日出会员，这样大陆这边也不会错过互动。当然可以啊。每一次其实我回答的问题哈，很多都是很多都是在那个之前的留言，然后我们这边团队的人给总结出来的。就是你现在现场打的那个问题，很多可能都来不及放上来，但是好像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今天新打的是吧？好像最近刚才这几个问题都是刚刚打出来的是吧？周六互动，然后周日出会员节目是吧？我考虑一下吧啊，谢谢您这个建议啊，我考虑一下。好像是快到点了哈，那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天亮教授能否介绍一些对于思想方法和逻辑启蒙有用的书籍？我想用来教育小孩，同时也自己学习。其实这种逻辑思维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什么启蒙的书籍，就是你要是这个能够懂英文的话，你就去找一些 GRE 考试题做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Scientific reasoning 这个东西啊，就是科学，叫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哈。Scientific reasoning 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理性的思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特别简单。这个，将来我自己做一套节目吧，做一套节目之后的话，放到什么地方给大家看吧。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哈。其实逻辑错误，常见逻辑错误就是那么几个，但是你能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之后能够应用它，这个我觉得是你需要自己去做一些练习的，这个不是别人能够教你的，这确实是你需要不断的做练习。GRE 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其中有一些逻辑训练的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思维的方式。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吧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了。到礼拜天的时候咱们也聊了1个小时了哈，就是咱们就到此为止。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麻烦您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竞权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